解密商战今天要告诉您，莱尔富在联邦入主之后准备逆袭了吗？至于宁可赔售也不卖全家有什么内幕？还有超车超商双雄的神级布局又是什么呢？巨头夹缝求生，莱尔富凭什么不倒？财经专家黄世聪独家揭秘超商战局的商业策略。全芳，你有没有常去超商？有啊，一定会去的啊，带小孩也会去啊，买一些零食什么的。小朋友很爱逛超商，对他们就会很满足。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2026年有没有可能更上一层楼的莱尔富啊？我们邀请到的是财经专家黄世聪，世聪哥你好。大家好，你好。是，就大家都说莱尔富是最没有记忆点的超商，为什么？就是大家会认为说，莱尔富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好用，或者是没有那么的显眼呢？对，我现在跟大家讲，莱尔富没有记忆点，但是其实呢，它有很多超商的创新都是它第一个创的。包括说现在超商里面会有所谓的座位，那包括说像在卖年菜，甚至是咖啡的这个寄杯，其实都是莱尔富第一个推出来的哦。但是问题是为什么现在会沦为比较大家觉得说好像记忆点不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呢？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超商其实是一个烧钱的行业，可能会长时间亏损蛮久的一个状况。像 Seven 有亏蛮多的，那这个全家也是亏了蛮多年的，所以你要有一个母公司的强力在后面当后盾。那我们看 Seven 有统一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全家里面有包括说像伊藤忠等等。那这个莱尔富呢，它原本的母集团是这个光泉，所以它原本在一开始发展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比较先天落后的一个状况啊。另外第二个是说，它欠缺所谓的产业的整合。譬如说，我们知道统一超商，它可以卖谁的商品？它卖统一的产品。对，统一有非常多食品啊、饮料一大堆，就可以让它卖，对不对？而且统一的物流系统也可以让它来互相的支援。那包括说像这个全家里面，伊藤忠本来就是在搞食品业，所以他们都是有这种产业链的这个上下游整合。那事实上，莱尔富呢，早期就只有光泉集团，那光泉集团就是卖牛奶，所以他们比较欠缺所谓的这个整合的这个部分，那也让它发展的状况不如大家的预期。不过世聪哥，我们听说莱尔富他在以前还曾经有破产过，那个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对，我觉得莱尔富会由盛转到这个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就表示没有那么好。事实上，我觉得有一点蛮可惜的事情是发生在2003年的6月19号的时候。因为莱尔富它的原本的母集团是光泉集团，那光泉集团其实是由3房互相持股1/3，所以他们其实谁也不让谁。那在这个2023年的6月19号发生一件事，就是汪俊全其实他当时是这个光泉集团的董事长，最高的领导人。然后他就说了，因为这个莱尔富亏损，那他认为说我不想经营，所以他就去法院说破产了。我们莱尔富破产了，当然吓一跳啊！然后当时的这个他们另外一个汪联想，也就是当时的莱尔富的总经理兼董事长，就说：“你这个是我的叔叔是重伤我的，我们营运都是很正常的。”就没想到后来的确法院也没有受理他破产这件事，但是让大家觉得说莱尔富原本营运的不是太好。那我就问2位一个问题：如果他的母公司出来说莱尔富有问题的时候，请问谁敢去加盟？对啊，对，然后请问那些所谓供应商，谁敢去帮助你？对，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事件，让他中断了好几年的扩张期。那么到2000年那时候，2003到08年那时候，其实是我们国内超商密集开店的时间。那他因为这个 miss 之后呢，他的这个开店数量就遥遥落后到统一跟全家之后了。不过世聪哥，现在莱尔富他已经卖给联邦了嘛，对没错，对不对？但是之前也传出说，好像全家想要收购莱尔富，但是呢，莱尔富这边呢是宁可赔售都不愿意卖给全家。对，那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秘辛？没错，我们那时候我们就讲，我们国内的超商有3大龙头嘛，第一大当然是统一遥遥领先，再来是全家约莫是统一的一半，然后后来这个所谓莱尔富大概又是全家的一半或是1/3，所以照理说应该是如果由全家来并莱尔富的话，应该可以挑战统一嘛，所以当时全家的确是花了好几年不断的追求，因为在这个后来光泉说想要卖掉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说你赶快你卖给我的一个状况。但是后来莱尔富做的决定是，他原本市场喊价是55亿，他最后用40亿卖给联邦集团。其实当时据我所知，当时全家出的价格是更高的，但他死都不愿意卖给全家。那为什么不愿意卖给全家？因为事实上在早期发展的过程，我们刚才不是提到吗？事实上很多的新的 idea 都是由莱尔富先发想的，但是真正让它发扬光大，其实很多人认为是全家。譬如说咖啡寄杯，
很多人一开始都认为说，那是全家啦，不是你啊，对。那卖年菜好像是统一先的，不是你，好像全家先的不是你，所以这让早期的时候呢，这个全家跟莱尔富种下非常大的心结。简单来说啦，全家有一点点是铁兄对拜。这个所谓莱尔富，学人精，对，所以莱尔富就很不爽，对，所以他就说，宁可我低卖，我都不愿意卖给全家，这有他的心结存在。是，对，背后有这个故事。对啊，可是我觉得就是联邦入主之后啊，大家都在想，就是那莱尔富要怎么样翻身，变成便利商店的4强的黑马，到底要怎么做呢？对，我觉得如果联邦进来之后，我觉得让莱尔富的发展呢，其实反而变得比较有想象空间，因为联邦也是一个家大业大。可能大家认为说，联邦我只有听过联邦赢了，事实上联邦后面就是三重帮。三重帮其实是家大业大，所以它有非常多的资金可以跟你砸。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讨论说，它好像可以咸鱼翻身？第一个，它母集团非常非常强大。好，如果来了之后，你看啊，它整个营运的这个成长额的话，大概年成长都大概10%到20%左右。另外一个，它就把它改变什么？因为我们联邦有联邦的绿色，所以在莱尔富的这个 logo 里面又加入了这个绿色的这个状况。是。再来说，因为可以烧钱的，所以呢，它的策略就开始变得比较大胆。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相对于全家或者相对于统一，他们有他们的客群。那这个莱尔富说，那我们怎么来攻这个客群呢？他锁定了小资族。那小资族来说的话，我们一般小资族每天最常做的2件事，就是第一个是喝咖啡，第二个是吃便当。所以他就瞄准这2个。咖啡来说的话，我们常常看到说他咖啡有什么买20送20，一直活动不断的在做。另外第二个是说他把咖啡调的，就是大家都能够上瘾的那种味道。所以他现在咖啡口味跟原本不一样。不一样，他其实一直在变化。他一直调到说当时可能符合大家比较喜欢的咖啡的这个品种。他们团队听说了，每天喝了好几百杯的这个咖啡，所以他因为咖啡的这个业务来说让他整个来店的这个成长是成长非常快的一个状况，尤其是咖啡的营收连续2年呢，成长大概是因为有2成以上。另外一个第二个是说，这个他还锁定了便当。对，你相对于说全家或是 Seven， 他们其实一个便当动辄就80-90块、100块，那他就说很简单，我就直接给你杀，用40块、50块的便当，很多人会怎么样？那我就来吃嘛，对不对？所以就变成是说，很多人愿意到莱尔富去买便当。那因为买便当的关系来说，又买了其他商品嘛，然后紧接下来是产品的这个差异化。我们知道去年其实在莱尔富有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新产品叫果昔。我不知道2位有没有去喝过果昔？那事实上它其实是引进这个日本的超商的方式。然后呢，因为这个果昔来说的话，女性还有爱健康的人很喜欢去喝这个果昔，所以等于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这个品牌的这个方式。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这个可能比较少人在注意的，就是会员的经营。那什么叫会员经营？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说其他的这个超商也有所谓的会员，但是它事实上是它把会员弄成分级制。比如说最高等的叫做黑卡的会员，那黑卡的会员来说的话，他们平均的这个消费量每个月来到2500以上，他就把你弄成黑卡。那黑卡他们有非常多的，包括说像什么这个折扣啦，一大堆都在那里面。那所以他们就统计出，他们现在的黑卡的这个人员大概有37万人左右。那这些黑卡呢，最重要是什么？他们都是在里面有非常大量的咖啡机杯，咖啡反而是他们最重要的这个收入之一啊。不过观众应该会很好奇就是联邦集团它到底有哪一些利多，它可以真的来 support 莱尔富呢？对，我们知道说是让联邦的表面上的行业，大家比较接触到是2个，一个是联邦银行，另外一个是自由时报。但事实上它后面来说是三重帮。那我们知道三重帮的林家，他们事实上是如果用地主来说的话，他是台湾第1大地主。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啦，他在这个我们的信义区里面有土地啦，然后在很多地方都有土地啦。那土地的价值，曾经有这个媒体预估，其实台湾真正的隐形富豪冠军就是三重帮的林家啦。如果他这么家大业大，我觉得啦，莱尔富现在的问题就是拓点要快。但是如果进到市区之后，如果联邦集团愿意帮助他，他们有很多他们的土地，或许就可以马上帮他开一些分店，尤其是比较难到了点，或许他可以开得出来。那我就讲资金不是问题，那又有土地。那本身三重集团里面有非常多可以跟它交叉的来运用的产业，所以我觉得其实联邦入主之后呢，我觉得对莱尔富来说的话，它的未来的营运的前景，我觉得会相对的比较乐观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说，哇，那莱尔富要逆袭了。那我听说呢，他有一件事情现在是已经赢过全家便利商店，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特色是超越 7-Eleven 跟全家。对，没错。我们知道实际上我就说联邦入主之后让他有钱可以烧，所以你看到他的展店数其实
实在2024年的时候，它的展店数是赢过全家的一个状况哈。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它的策略其实跟我们有谈过的这个 Net 非常像，它一开始是用所谓的乡村包围城市的方式，但是它现在有一点要攻入到这个六都或是攻入到市区，所以你看它现在是变成是攻六都还有高潜力的这个市区，例如是很多都更从化区、都更区，它会找这些地方去。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它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很多人都会说哇，它的取名非常有梗的一个状况。我举几个例子，譬如说它万丹，我们知道万丹红豆对不对？它有一个万丹红豆泥门市，对。然后另外阿联老兄店，对，然后还有什么杨梅土气。然后北斗神拳，还有龙潭虎穴，它很多这种谐音梗。那我们知道台湾人就是已经爱上谐音梗，谐音梗是这种中毒，知道吗？精神的毒。对，那很多人反而是为了要去打卡，然后就那个地方去，就进去店里面买。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蛮有梗的，然后它也设在一些比较，譬如说军营里面很多，所以我觉得它现在的展店策略跟双雄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认为说它的确或许有机会慢慢的拉近跟双雄之间的差距。是，可是刚才世忠哥讲到，我就忽然想起来，就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军营门口就有，然后呢，我回家的时候，部落也有，对，然后医院旁边以前也有很多，然后包括偏乡的部落，偏乡的小村庄里面，对，没错，大型的这种连锁超商不会去的时候 ，Highlife 不是去，可是现在是不是这个策略会有点变化呢？我觉得就我刚才讲到嘛，他早期是用乡村包围城市，所以哲兴就说，哎呦，我怎么部落也有，哪里也，他的确早年是这样，他可能要捡双雄没有去的地方，所以像我刚才讲，很多军营啊，很多地方都会有他们的这个状况，因为他之前的资金不够雄厚，那现在他反过来。他进到六都，进到这个所谓的市区，主要原因就是说，他现在后面的八股大了，他可以用这样来跟你作战，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三雄之间的变化，我觉得值得期待。所以我们知道莱尔富他现在背后的母公司就是联邦集团嘛，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啊，联邦集团入主莱尔富之后，到底有什么盘算呢？是想说要转手卖出吗？还是说想要永续经营？事实上，如果你用银行的角度来说，其实联邦不是大银行。但是如果你仔细来看，联邦后面的家大业大，它如果要更上一层楼的话，它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它要把这个金流，把它的银行业再把它做大。那把它银行业做大的时候，有一个方式就是我要抢占实体的通路。实际上，大家认为说超商，其实超商某些程度它是一个金融的实体通路。可是我怎么这样讲？大家都在测 ATM 呢。对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虽然测 ATM 是一个状况，另外第二，我们每天去那边缴费。收费有没有？我们的什么规费啦，我们的罚款什么，那就是一个小银行站在做的事情。它等于是说，透过我原本的联邦银的体系之外，我还因为我有这个莱尔富有1700家门市，1700家门市就变成是我联邦银行的门市啊，对不对？那我如果把我的金流量把它做大之后，这就是个小的这个金融行库的一个状况。那尤其是大家都在讲什么 ATM， 实际上我们就讲前几年的时候呢，大家在抢这个 ATM， 譬如说玉山拿下全家的。包括说像这个中信拿下这个所谓的 Seven 的，他们其实都花了非常多钱。虽然说的确 ATM 有在减少，但是事实上这个之前我看过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台湾人大部分领钱或是存钱呢，其实还是去 ATM 比较多。所以 ATM 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金融管道。那尤其是如果你有 ATM 的话，就是像我就说嘛，中信原本它已经有非常多银行的。他加入 Seven 的这个通路之后，他又多了7000台左右的 ATM。那我们就讲一个 ATM 对这个金融业来说，我受益很多。但是对于所谓的超商业来讲，也是，因为你进到超商的 ATM， 你去开始这个，不论说你是刷卡或是干嘛之类，你有20%到25%人你会进店消费，然后还有30%到40%人你会顺手再买商品。所以这个就是说，不只是能够掌握所谓的金流，又掌握这个实体的控制权。然后第三个就是说，现在当然也有人认为说，联邦买下来，因为我说联邦原本55亿的市场预估，它40亿拿下来。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他可能会把它包装一下，把它整顿得更好，再把它卖出去。毕竟现在是通路为王的时代。不过我认为说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因为我觉得如果就联邦银行的盘算来讲的话，他应该要努力的把这个莱尔富把它做得更大，因为他已经低价买进来了嘛，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做得更大。做得更大之后呢，你假以时日再来把它看是要出清或什么的，我觉得这短时间应该不会有转手的可能性。
哦，对，松哥，当然大家已经很想知道，就莱尔富有没有可能摆脱万年老三的命运呢？泽清会这样说，是因为有人认为说，联邦集团他们过去有一个例子嘛，就是自由时报原本是后面的，然后就拉上一路往前冲，超越联合，超越中时，变成第一大报。他也是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啊。那联邦银行入股这个所谓的莱尔富之后，会不会重来一次？那我跟他讲，事实上这个性质不太一样。如果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目前我们国内超商的这个市占率，第一大的统一，你看它几乎半壁江山，紧接下来的话是全家，我就讲嘛，大概都是后面一个大概是前一个的1/2或1/3。那这个莱尔富大概12，然后 OK 来说是5.79，所以事实上是双雄争霸。那莱尔富是跟他们有点距离有点遥远。不过我就讲，因为超商跟刚才我们讲的报纸不太一样，报纸它可以用低价的那个赠送让你去这个阅读，对不对？但是超商它毕竟还是重点是我们人要走进去，所以重点还是在于据点的多寡。那我觉得，如果莱尔富要能够逆袭的话，我们给大家一个重要指标，它如果能够市占率翻越过20%，或许它有机会拉近跟前两大的差距。但是它如果一直没办法翻越过20%的话，我觉得它可能要追上前两大的几率呢，我觉得并不是太高的一个状况。不过我觉得它的潜力是比较大啦，因为我们就讲。统一跟这个全家目前为止来说，他们的展店数其实来到一个相对饱和的这个状况。那对于莱尔富来说，它有一个继续成长的空间。再加上我刚才一开始就讲，实际上莱尔富的团队是一个比较 smart， 然后他们有一点点创意，那或许搞不好有机会在这边慢慢拉近跟前两大的差距，也不一定。是，所以其实看起来还是很有潜力的。对对对，那世聪哥，您分析莱尔富未来可能还会面临到哪些挑战？目前为止来说，超商就是一个大者恒大，物流业都是大者恒大，所以第一个。他全家跟这个统一，他们都已经建立起他们自己本身的物流体系、供应链体系。那你现在跟前两大差距这么大，你在这个部分一定要持续的烧钱，就是我要把我的物流、把我的供应链再建得更好，然后再把我的点再扩充。所以我预估啦，他在这几年来说，应该可能还是要必须大量的烧钱。所以这就是非常考验联邦银行愿不愿意做在背后的这个三重帮愿不愿意这样，但我认为应该是会啦。所以来说，接下来的话，我就讲超商其实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行业，你只要忍过去。像我讲早年我们去采访高清苑前董事长，他还在的时候，他就说那也是一样啊。他说他在这个统一营运里面被董事会、被股东骂啊，你这统一超商撩几年，但问题他的坚持是对的。所以才说这个对莱尔富来讲，我觉得联邦银行、联邦集团应该也要想办法继续撑下去，做到市占率。我就讲20%的市占率，你越过去之后，你的影响力就会变得比较大了。是，对啊，其实呢，这个超商已经变成台湾特别的文化了。大家来台湾的时候都会注意看，尤其是这一阵子，你看超商里面大家都在台湾熊用，对不对？所以这次呢，那个莱尔富他其实有做了一批啊，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2026年他们会更上一层楼。来，谢谢石东哥，谢谢石东哥。